大家好，歡迎來到 XPU 實驗室。今天我們繼續來講 ESP32。讓我們直接進入正題吧。IoT 領域，樂新的 ESP32幾乎是王一般的存在。但如果你最近在關注 WiFi 6，你會發現國產芯片老大哥這兆易創新也殺進場了，帶着他的明星產品 GD32VW553。一個是老牌的 MCU 大廠推出的高性能跨界芯片，一個是物聯網連接領域的統治者。今天我們就花10分鐘把 GD32VW553 扔進 ESP32 的角斗場，看看它和 C3、C6、C5 相比到底誰更香。首先咱們先看最基礎的入门级对比。我們首先来看一下 GD32VW553 和 ESP32C3 的芯片的框图。我们大概可以看到都是 RISC-V 核，然後這邊是它的時鐘等等相關的，這邊是 memory， 它內置了一個4兆的 flash， 然後這邊是 timer， 這邊是安全相關的，這邊是外設。感覺 GD32VW553 的外設有點少， ESP32C3 的外設相對比較多，它更多的是 iPhone-S、REG 的 PWM-A、PWAI， 這可以做 CAN 來使用，以及溫度傳感器 RTC 這些。我們再來看一下它的實際參數的對比，首先都是單核的32位 RISC-V，然後最高主频都是160兆赫茲，但是 GD32VW553 是支持的是 WiFi 6，而 C3 支持的是 WiFi 4。蓝牙 GD32VW553 支持的是 BLE 5.2， C3 支持的是 BLE 5.0。C3 的 SRAM 大了 80K， 它也有的型號也可以集成了片内的 Flash，但大部分應該是外置的。然後 GD32VW553 的 GPL 數量比 C3 的多7個。生態是 GD32 的 SDK。OK， 很多人說 VW553 是用來對標 C3 的，但在網絡協議上，這簡直是降維打擊。C3 支持的是 WiFi 4，而 VW553 直接上了 WiFi 6。也就是 802.11.AX， 這意味着在2026這種智能設備扎堆的環境下， VW553 擁有更高的效率和更低的延遲。OFDMA 和 TWT 的技術能讓你的設備更省電，排隊更短。雖然主頻都是160兆赫茲的 RISC-V 核心，但是如果你追求現代化的連接體驗，VW553 是完勝的。C3 勝在了成熟、便宜，適合那些對網速沒有要求的傳感器節點。如果你說我也要 WiFi 6，那樂新的反擊就是 ESP32C6， 這一對才是真正的強強對話。我們來主要看一下 C6。C6 除了 C3 的一些外設之外，像 iPhone-S、TWAI 還多了正交解碼的單元、紅外的单元控制的單元，以及 LED PWMA 的控制器、電機的 PWM 的控制器。最關鍵，它還集成了一個 SDIO 2.0 的 Slave 以及並行的 I/O 口。除此以外， C6 還集成了一個低功耗的 RISC 的核心。另外還有一些像低功耗的 UART、iPhone-C、DC、GPIO 等可以被這個低功耗和控制的核心。從這個角度來說， C6 更適合低功耗。C6 它也支持了 WiFi 6，但都是 2.4G， 但是 C6 還集成了 IEEE 802.15.4， 也就是如果你想做多协议的，比如說 Thread、Zigbee、Matter 的生態的話， C6 就可以從硬件上支持这些
然後再一個就是獨立的低功耗核心。GD32VW553只支持 Wi-Fi 6和 BLE 5.2， 而 ESP32C6 则是全能选手，它多了 IEEE 802.15.4 的协议，支持 Zigbee 和 Thread。如果你要做 Matter 設備，或者要做智能家居网关， C6 的多协議集成能力是 VW553 暂时无法企及的。最後我们要请出乐新的双频杀手 ESP32C5， 这里是 ESP32C5 的芯片光图，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外设更加丰富了，不仅有 ConFD， 而且变形 I/O 电机控制，还有 SDIO 的 Slave， 还有一些 DC 这个控制器等等。所以说 C5 的话，它的外设更加丰富。C5 的话，它也是单核的32位 RISC-V， 但它最高主频可以到240兆。但是它支持 Wi-Fi 6， 双频的 Wi-Fi 6，而且它还支持 802.15.4 的协議，像 Zigbee、Thread、Matter 它都是支持的。它也高達29個可編程的 I/O 等等。C5 把頻率拉到了240兆，而 VW553 還在160兆，性能上 C5 確實更強。最無解的殺手鐧是 C5 支持 5G 的頻段。大家都知道 2.4G 已經擠爆了， 5G 就像專屬的高速公路，如果你的應用場景對實時性要求高，比如工業無線控制或高保真音頻傳輸， C5 的雙頻優勢是 VW553 單頻的 2.4G 無法跨越的鴻溝。硬件看生態，硬件看規格，開發看生態。樂新的 ESP-IDF 經過了全球開發者10多年的打磨，文檔、庫函數、開源項目隨處可見，即使是新手也能快速上手。而 GD32 走的是標準的工業 MCU 路線，它的庫函數風格非常接近 STM32， 對於習慣了單片機開發的工程師非常親切。它的工具鏈更嚴謹，更適合那些對穩定性要求極高、需要長期供貨的工業機項。從生態和工具鏈的角度來說， ESP32 就像開箱即用的自動擋汽車。ESP32 的生態太成熟了， Arduino、MicroPython 官方的 ESP-IDF 資料多得看不完，新手用圖形化的工具也能快速上手。可以說你想做的任何項目幾乎都能找到成功的案例，就像一檔自動擋的汽車，加滿油接上電就能跑。而 GD32VW553 則像充滿操控感的手動擋汽車。GD32VW553 目前更依賴廠家自家的 IDE 等專業的環境搭建相對複雜，有開發者反饋其開發版甚至沒有私印，下載程序可能需要轉接跳線，對新手不太友好。它更像一輛手動擋汽車，操控感強，但你需要先學會掛檔。好了，最後我們來總結一下，如果你想要最便宜的 Wi-Fi 6且 I/O 口要多，選 GD32VW553。如果你想要做 Matter Zigbee 智能家居，選 ESP32C6。如果你要 5G 雙頻或者極高的處理性能，選 ESP32C5。如果只是簡單連接，不計較 Wi-Fi 6， ESP32C3 依然是性價比之王。國產芯片正在百花齊放，2026年的物聯網市場選誰都不虧。AnalogLine 推出了 ESP32C5、C6 的3款開發版，如果有需要，請 AnalogLine 官方網站選購。感謝觀看，別忘了點讚關注，我們下期見。